不知不觉，老烟斗的百鬼系列也迎来了最后一期了。之前咱们盘点了水鬼、宅鬼、木鬼、冤鬼等等等等，本期老烟斗就带来本系列的压轴三鬼。温馨提示：鬼怪一说来源故事并非真实，大家放心观看。疟疾在中国称打靶子、皮寒等。东汉许琛《说文解字》视疟为热寒休作，从讷从疟，疟一生。古人认为，这疟疾是一种名为疟鬼的鬼怪所导致的。这疟鬼为端虚氏之子死后所化，常以皮肤白皙、身着深青色的衣帽鞋袜的童子形态出现，因而也被称为疟童。疟童的胆子不大，只要被人看破了原形，或是受到了惊吓，就会自行逃跑的。相传，南北朝时期，有个病人疟疾发作，无比难受之际，迷迷糊糊看见一群小孩子在拉他的手脚。病人烦愕之下，反手抓住一个，待要问一问，那小孩忽然扑啦啦变成一头黄色的水鸟。病人惊奇大呼：这下有肉吃了！赶紧把鸟儿拴在窗子上，打算再来煲汤。等到生火烧水准备杀鸟时，鸟却不见了，而他的疟疾已豁然痊愈。到了清朝，疟鬼的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且可怕。子不语曾记载，南京上云县的陈县令是袁枚的同事。有一回两人喝酒闲谈，陈县令说了件有关于疟鬼的少年往事。当年，陈县令同一个朋友赴秋闱乡试，路过安徽马鞍山，借住在一座关帝庙里。他那朋友路上染疟疾，时时发作，一直硬撑着。陈县令为人义气，见他病势缠绵，客中又没有人帮手，于是主动住在一间，日夜照拂着。一天午后，朋友正蜷在床上昏昏沉沉，陈县令临窗看书，忽见廊下一个童子穿一身青衣青鞋，面色惨白，慢慢趋到门前，探头望着朋友。陈县令以为是庙里的小孩，没有在意，那朋友却蓦地难受起来，声音扭动着。随后童子跨步上前，站在榻边，举起近乎透明的小手摇摆不止，朋友哇地吐了一地，呻吟得更厉害了。陈县令觉出异样，大喝一声，急扑上去，手指触到童子衣角，顿时一股寒气直入周身血脉。陈县令浑身寒颤，那童子也受到惊吓，慌慌张张跑出，足音飒飒，如风扫落叶，不似人声，一直跑到中庭，倏然无踪了。陈县令转了一圈，遇到的人都说不曾见过这么个小孩。他疑惑地回到房间，却见朋友呼吸匀长，面色转佳，而陈县令两手黑气如遭烟熏，数日方散。想不到这小小的疟鬼竟然如此可怕，但是比如异鬼，那疟鬼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异鬼，我国常见的12种鬼类之一。不久，这户人家全部染疫而死。故事虽短，却让人心惊胆战的。难道这异鬼真的无法战胜吗？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曾记载有纪晓岚的岳父马周传说过的一则战异鬼的奇闻。东光南乡有一个姓廖的，召集本乡百姓修建义冢，
收葬那些死在异乡没有人安葬的孤魂野鬼的遗骸。附近村民都很善良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四处收捡乡野遗骨，悉心安葬，持续做这样的善举达30年之久。雍正初年，瘟疫肆虐，廖某晚上做梦，梦见100多人黑压压地站在大门外，为首一人倒头就拜，后面众人也都哗的一声跪倒一片。为首那人说道：“异鬼将至，恳请你明日赶紧焚烧纸旗10几面，银箔糊制的木刀100柄，我好挥舞旌旗，手持钢刀，与异鬼决一死战，以报百姓的大恩大德。”廖某醒来，惊得一身冷汗，想到附近瘟疫横行，虽然孤魂野鬼感百姓恩德，情愿跟瘟疫厉鬼殊死搏斗，的确很不可思议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于是赶紧买来纸旗木刀，到一家前焚烧。几天后的一个深夜，附近百姓都隐约听到四野喧哗、格斗厮杀声，通宵达旦，天亮方得消停。后来附近村民真的没有一人染上瘟疫的，世人皆以为奇。不过随着现代科技进步，这些异鬼的传闻也渐渐消失了，只有下面这头鬼怪的名声反而更加人尽皆知了起来。穷鬼也被称为穷子，颛顼之子，他身材羸弱矮小，性喜穿破衣烂衫和稀饭，即使将新衣服给他，他也扯破或用火烧出洞以后再穿。一旦被他缠上，人们就会变得穷困潦倒，一贫如洗，郁郁而终。随着穷鬼的日益猖獗，一种名为送穷的风俗也渐渐在唐代开始盛行。唐诗人姚合有诗云：“年年到此日，历久拜街中，万户千门看，无人不送穷。”大诗人韩愈身上就发生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。当年韩愈认为自己之所以一身困顿，是因为有5个穷鬼跟着自己，他们分别是智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。于是到了正月30那天，韩愈写了一篇送穷文，并且为穷鬼们准备了吃的，装好的车船，摆好了酒席，想要送走5位穷鬼。没想到5位穷鬼反而痛心疾首地对韩愈说：“我们忠心耿耿地跟着你，其实我们在帮你。虽然你与世不合，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困顿，我们帮你赢得百世千秋的英名。”韩愈想想，好像说得对。智穷让我操守正直，不做欺诈伤害别人的事；学穷使我轻视虚名，专心做学问；文穷这个鬼让我写文章不炫技，只想写精良的文章；命穷使自己面丑心善负责任，不与别人争名利；交穷让我对朋友掏心掏肺。韩愈也就没有再赶走这些鬼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啊，烟斗一直在思考着，难道烟鬼无法报复的原因就是这些穷鬼在帮助烟斗吗？对此你们又是怎么看呢？百鬼录系列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3连支持一下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因为不是连着更新的，有些粉丝反馈说总会看漏几集，所以呢，后面我会把百鬼录系列合在一起，弄成一个完整视频，希望大家理解。另外，大家如果还有喜欢的系列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